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aren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一集呢，我要分享的是我的韩系保养品最近的使用心得分享。那今天分享到的产品很多都是现在韩国当红的品牌，还有一些我自己最近发掘到的新品。如果对这个视频有兴趣的朋友们，我们就继续咯。好，首先第一个要分享的是 Series 的品牌，这个品牌应该蛮知名的，它的系列都还蛮不错的，成分是属于比较天然。那我手上这个也是没有香精、酒精添加，我看它的成分是有一些精油萃取，但是完全没有味道然后它挤出来是乳液状的，完全不会起泡哦，所以我通常是早上的时候会用它。它里面呢是很多的植物油脂，还有一些多种的植物萃取，非常的天然，很温和。我自己个人就很喜欢这个洗面奶，因为我用它会觉得刚刚好，不会觉得太拔干，但是又可以清除表面的一些油脂。那如果你是敏感肌或者是像我一样的肌肤啊，干燥肌都非常适合它哦，因为它是有清洁度，但是是比较温和，也不会起泡。我一次使用的量大概是压3下。我觉得这个洗面奶无论是成分上面还是实际使用感受都非常的优秀，这个我觉得蛮推的，大家可以试试看哦。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是 Lumberson 的 Tuna， 这个名字其实有点像 lumber， 那它是有不同的数字的，我手上是3。它有1到9的，但是化妆水好像是出1到3而已哦。我手上这边化妆水3号是属于比较滋养型，它里面呢大部分成分都是一些胶物、发胶物啊，还有一些乳酸菌、益生菌萃取。那我觉得它用起来有一点像生蜜的神仙水，我觉得它那个味道还有肤感有一点接近，可是我比较喜欢它，因为它的成分比较没有那么复杂，还有它的肤感会再滋润一点点，然后它没有香精、酒精添加，但是有一个天竺葵的精油萃取，所以你会闻到一个淡淡的天竺葵的香气，还蛮好闻的。其实它是水状的，流动性很强，但是有一点点的浓稠度，所以它使用起来是蛮好吸收，但是有一点滋润感，我觉得是蛮适合干皮使用。那如果是油皮的话，也不会说太黏腻。我使用它有时候是用化妆棉，有时候直接涂抹的，就看我自己的肤况。我觉得直接涂抹的话，摩擦力会比较少，但是用化妆棉的话，那个滋润度会减低一点点，会稍微清爽一些，所以就根据你的肤况去使用就好了。湿敷也是还不错的效果，滋润度也很好。然后我觉得它有一点点轻微温和的去掉一些角质层的，像我有一些粉刺、下巴还有鼻子旁边，这个用完之后会稍微平整一点点，但是它不会像一些去角质的产品这么的明显，这么夸张，是有一点点的帮助到你更新角质层的。所以呢，皮肤敏感的时候就建议先不要用它。我觉得敏感肌是可以使用它的，但是如果你皮肤正在敏感中、发炎中，就要停止用它。那我自己不会每天使用，所以我用的比较慢，我会让我皮肤比较健康的时候，角质层比较厚的时候才会用它哦。好，下一个我要分享的是它的 Lumberson 的精华液，也是3号。3号我觉得它最值得买，因为它的成分非常有诚意啊。它的主要成分头1、2个就是比菲德氏菌，还有胶物、发胶物。其实它的成分就像 SK2 的神仙水加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混合版，这个真的相当有诚意。我觉得它成分上面是真的做得很好，质地上面还有效果我是满意的。但是因为它有添加 PEG 的成分呢，所以我敏感中的时候不能够使用它，会比较容易让我皮肤更不稳定。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健康皮肤，或者是你皮肤比较稳定的话，用它是没有问题，因为它也没有香精、酒精、精油添加，成分是我觉得是搭配的很好。PEG 这个成分之前已经有说过了，其实小棕瓶也有 PEG 这个成分哦。如果你是小棕瓶都可以使用的话，我觉得应该用它是没有问题啦。其实我用它也不会有刺激感，但是我皮肤比较弱的时候使用它就会皮肤变得
比较不稳定了。所以这一瓶精华液对我来说真的是有一点可惜啊！如果它没有添加 PEG 这成分，我觉得我每天都会使用它，是我的最爱精华液之一哦。其实它是非常耐用的，它每次用3滴就足够全脸了，它延展性很好，然后滋润度也很高。因为它添加 PEG 这成分，所以它特别吸收。之前有说过 PEG 成分是可以帮助保养品渗透的，然后它的质地呢是有点浓稠度的，就很像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质地，我觉得还蛮接近。但是抹开之后其实很好吸收，吸收后皮肤是感觉非常的滋润的，然后那个光泽感非常的好，我个人真的是很喜欢它。持续去用几天之后，你会发现你皮肤会特别的亮，还有皮肤会看起来很有精神的样子，脸部的纹路还有皮肤的紧实度都会得到一个改善，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它的功效。如果你是健康皮肤，一定要试试看。但是如果你是敏感肌，也不要灰心，因为我也是蛮敏感的。你可以把肌肤调整到比较稳定的时候用它，也是没问题的。但是一天我只会用到1次而已，我不会早晚使用，因为如果用太多次的话，皮肤就会比较容易不稳定。可是如果你是健康皮肤的话，就无所谓啊，早晚都可以使用。然后你们可以搭配它的化妆水一起使用，效果会更好。但是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话，我建议不要一起使用，可能早上用它，晚上用它，或者是反过来都可以，就不要同时使用，因为同时使用会增加刺激度的。我自己分开用了，然后再搭配一些修护性的面霜，其实是可以的，不会那么容易敏感。这瓶其实真的是很好用，非常耐用，很值得买，大概是几百块台币而已啊，在虾皮可以找到，台湾的虾皮可以找到。这一组的 CP 值真的是超级高，真的是可以媲美专柜的产品的，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。好，下一个要分享的也是 Lanvin 的他们家的面膜，也是3号面膜。因为3号的成分是最合我心啊。这个3号的面膜呢，就是用它的精华液去做嘛，其实大部分的成分蛮相似，可是它因为也是有添加 PEG 嘛，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很喜欢。因为涂抹的话，我觉得还 OK， 如果是用来敷的话，通常有添加 PEG 成分的面膜，我是比较容易敏感的，这个我就比较不能使用了。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话，我也建议不要买它，你可以湿敷它的化妆水，我觉得效果也是差不多，然后再搭配精华一起使用也是很好的。那面膜我觉得还好，没有想象中这么的好用，但是还不错啦。成分上面除了多了 PEG 成分之外，也没有什么缺点了。它也是属于比较滋润的面膜纸，也是很服帖，偏厚一点点，但是价格上面也没有特别便宜，所以我觉得 CP 值没有那么高。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是 Anura 的鱼腥草化妆水，这个化妆水应该还蛮红的吧？这个化妆水呢，它有77% 的鱼腥草萃取，然后它成分都是一些保湿舒缓的成分植物萃取哦。那我觉得很好用，我觉得它是有一个淡淡的花香味，虽然它没有香精、酒精、精油添加，但是它是有洋甘菊的萃取嘛，我觉得那个味道就是洋甘菊，因为它跟 BePlan 的那个洋甘菊的乳液化妆水都很像，然后它的质地是非常的水的，流动性很强，很清爽，舒缓能力很强，很好，适合所有肌肤使用。但是如果你是皮肤比较干的朋友们，可能会觉得它不够保湿，但是你可以用保湿一点的精华液面霜，其实也没有问题，因为它也是有点保湿力的，只是不会说很强。那我觉得它是特别适合敏感肌使用，因为它舒缓能力很好，一瓶这么大瓶可以用很久的，我个人是很推荐的，大概用掉一半吧，我觉得它真的蛮好用。目前我用到它品牌的产品都觉得很不错，都是好用的，都是推的，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哦，它舒缓能力还蛮明显。好，接下来要分享的也是 Anura 的鱼腥草精华液，这个精华液之前有出现过我的视频哦，那时候还刚开始使用，现在都用完了。好，这个精华液基本上已经空瓶了，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它的。它的主要成分是80% 的鱼腥草萃取，然后成分也是非常的简单，也是一些 B5 基本的保湿成分搭配的。我觉得它保湿力是很好，但是也不会说太过滋润，
对我来说是蛮刚好，很舒服。最重要是它舒缓能力很强，它的质地呢是属于比较浓郁一点的精华液，但是它吸收后之后，其实也不会觉得有黏腻感，不过你会感觉到它的存在感，因为这个精华液还是有个厚度的，只是不会让我不舒服。我觉得这个精华液对于舒缓保湿非常的有效的，而且它没有香精、酒精、精油添加，非常温和，所有肌肤都可以使用。敏感肌又是干皮的朋友们用这一瓶也是很适合的，因为它保湿力也蛮好。如果油皮的朋友们，你可以搭配比较清爽的面霜，其实我觉得用在一起也不会说过于滋润。好，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是Leogen的白松露精华油。这个精华油呢，我觉得它蛮特别的。其实它是像精华液一样，但是它里面有一些 capsule， 你要仔细看才看到，那个 capsule 就是那些精华油。那涂抹开之后很容易就会爆开了，就很均匀的，然后它很好吸收。它虽然是有精华油，但是它的质地真的是非常的水润，肤感非常好，没有任何的香味哦，它是没有香精、酒精添加的。然后你们仔细看一下它的 capsule， 你看好像有一些油膜一样，很特别哦。它肤感也非常好，我个人是很推荐的，因为我用它觉得它比一般的保湿精华液更加的保湿滋润，它是有一个滋润感，但是那个滋润感不是表面，它会推到你皮肤里面比较深层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肤感非常好很适合干皮的朋友们如果你是油皮，用它也不会觉得油，你可以把它当作是精华加面霜混在一起，因为它是有油分的，单擦它其实也是足够的。但是干皮的朋友们还是建议要用面霜哦。其实它里面的成分呢，很多都是抗氧化的萃取，还有一些植物油脂，另外还添加这个白松露的成分。我觉得它对于抗老、抗氧化还有滋养的效果都还蛮不错的。这一瓶我还蛮推的。这个是玻璃瓶哦，然后我觉得它设计是蛮好使用。这一瓶你们猜多少钱？应该没有人猜对。你看它的质感，才300多、400多台币而已耶。我都是在虾皮买的，虾皮打它的名字就可以找到的。它这个品牌是蛮有名的，很多的产品都很优秀，但是其中有一些产品是有香精添加的，并不是全部都适合敏感肌使用。这一瓶我觉得是所有肌肤都可以试试看的，还不错用耶，很好用耶。好，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是 Pyong Kang You 的面霜。这个面霜是晚霜，比较小的，它有一个面霜的，这个面霜是这个名字，就像蜡一样。然后我觉得使用起来还蛮特别的，它是没有任何的香味，没有香精、酒精、精油添加，非常的舒缓，适合敏感肌使用。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，它是有一点点像凡士林的那种蜡的感觉，再加一些 cream 的感觉，我是喜欢，因为我用它不会造成我毛孔阻塞啊，也不会让我长新的痘痘粉刺啊，我觉得它很快就会吸收。一开始涂抹的时候感觉是蛮滋润的，蛮滋养的，所以它用一点点量就可以，不要用那么多。它过了1-2个小时之后呢，皮肤就会吸收了，表面上面会变得比较粉粉的，是有一点雾雾的感觉，但是它又有点滋润感，有滋润感的粉末感，我很难说。然后第二天起来，你会发现皮肤真的有比较枯淡一点的，脸比较不会那么的红，比较稳定一点。我觉得它的保湿度跟稳定肌肤都做得很好。它主要成分是积雪草、神经酰胺、角鲨烷、玻尿酸，还有 B5 乳木果油等等的成分，非常的温和，很保湿的。你看它这么小瓶，其实它的用量是非常省的，可以用很久。那一般我是当做晚霜使用，不会白天的时候用，因为白天时候用还是有点太厚重。使用它的存在感是蛮高的，很明显的，所以它真的是比较像是乳霜的感觉。它的质地是很浓郁的，用起来真的封闭性很好。如果你是油皮、混油皮，我就不建议你用它，因为它还是有一些成分比较容易造成痘痘啊、粉刺之类的。如果你是混油皮的话，秋冬的时候晚上用它应该也没有问题啦。我自己觉得它没有到很油腻，是很好吸收的，但是我不会经常用它，因为它滋润感蛮有存在感的。好，这个面霜的质地还有使用感受蛮有趣的，推荐给你们哦。好，接下来我要分享最近我很爱使用的一个维他命 C cream， 它叫做 Ease and Tree Toning Cream， 就是可以让你亮白变白吧。但是它里面有一个成分，有一些成分是其实可以抗老的，它有一个维生素 A 酯。
其实 A 酯就等于 A 醇 A 酸类的家族，只是它是最温和的，但是长期使用还是会有 A 醇的那一种效果，只是它是比较温和一点，所以我觉得它特别适合敏感肌想要抗老、想要用 A 醇类的产品，但是又太过于刺激的话，你可以用看这个，因为这个我觉得它很温和，质地也是很舒服，会保湿滋润，但是很清爽，它不会有那种很油腻的感觉。通常我是晚上使用，因为它有这个 A 酯的成分，所以我建议在晚上使用，白天时候要做好防晒。它里面呢还搭配很多维他命 C 的成分，还有很多抗氧化的植物萃取啊，还有那个沙基果的萃取含量还蛮高的，所以它是做到一个很好的搭配，维他命 C 加维他命 A，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抗老的面霜。我觉得用它的感觉就有点像用 A 醇的产品了，因为我也是有间接的用 A 醇的产品，它不会让我很激烈的脱皮红肿，但是我连续多用几天之后，你会发现皮肤开始就有点出现 A 醇的效果，会有一点点的轻微脱皮，然后脱完之后就皮肤变得很光滑，但是它刺激度非常低，所以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它，或者是你把它当成是颈霜的话，其实也是非常好，因为它质地真的是很好，完全不会油腻，也不会说没有滋润感，然后它有一个维他命 C 的味道吧，淡淡的，它没有香精、酒精、精油添加。给大家看一下它质地吧，你看它是黄色的，然后抹开了，非常好推，是非常的水的，然后完全不会刺激啦。然后吸收后呢，它是很清爽的，不会有任何的负担感。我觉得现在的台湾天气，晚上使用它也是足够，因为我还会搭配一些保湿的精华液嘛。可是我皮肤呢是属于混合性敏感肌，夏天的时候会偏油一点点，冬天会偏干一点点，现在还是会出油啦，因为没有到很干燥。那我用它晚上是很足够的，不会觉得拔干，也不会觉得不够保湿。你看它吸收后呢，就刚刚好，它是有滋润保湿感的，可是不会有一层很厚的油腻感。我觉得它肤感是做得很好，重点是它相当的平价。我在虾皮它的官方网站买到300多台币而已。那这一管是有50毫升，觉得你大量使用也不会心疼啊。然后它成分真的非常好耶，这个产品我非常推荐，大家一定要试试看。这个 A 酯的成分呢是比较少的，所以它会比较温和一点，你擦一点点在眼周，当做是 A 醇的那种抗老型的眼霜也是很可以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皮肤是比较敏感的时候，或者是比较不稳定的时候，我就建议要停用它，不要一直使用了。等你的皮肤调理到比较稳定的时候再使用它会比较好哦。然后它的官方网站是推荐你跟它的维他命 C 精华一起使用的，所以下一瓶我要分享的是它的维 C 的精华，也是 East and Tree 的。那这一瓶呢，它的主要成分是沙基果萃取，还有烟酰胺的成分，那成分也是相当的好，很多的植物萃取哦。然后它的质地是流动性比较强一点，但是它是有一个保湿滋润度的，不要看它那么的水润，其实它还蛮滋润的。不过那个滋润度我觉得还可以，因为它很好吸收，不会说太过滋润不舒服那一种的质地，我觉得是还蛮喜欢的。然后呢，它是没什么味道，没有香精、酒精、精油添加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质地吧，它质地是这样的，你看非常的水润哦，流动性很强。然后抹开之后，你看非常的保湿。它有一点点维他命 C 植物的味道，那种有点酸的味道，但是它是很温和，比较没有刺激感的。但是如果你皮肤正在敏感中不稳定的话，用它还是会有一点刺激感哦。可是它也不会让我变得比较红肿啊，或者是敏感的，只是敏感中的时候我比较不会用它。虽然搭配在一起效果会比较好，但是刺激度也会变得比较高，所以我通常是分开使用。皮肤状况比较好的时候会搭配一起使用。这两个我觉得成分都是非常好的，很推荐。而且它这个也是400多台币而已，它的官方网站也是有卖的，大家可以在虾皮搜寻看。好，今天的介绍产品就到这里结束咯。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，请记得帮我按赞，还有别忘记分享、订阅、按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